话说这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那简直是把五伦八德踩在脚底下反复摩擦。他病倒在床的时候，不是看哪个儿子孝顺，而是看哪个儿媳妇在床边伺候的最舒坦。您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哪是皇宫，这简直是人间炼狱里的风月场。咱们今儿个就得撕开这层黄袍，看看这帮流氓皇帝在私底下到底是怎么把一家子的伦理道德输给了那把冰冷的龙椅，这背后的心理变态和权谋算计，保准让您听得目瞪口呆。咱们这位大梁的开山鼻祖朱老三，这会儿正半死不活的趴在龙榻上，外头是北风卷着残雪呼呼的刮，里头却闷得让人透不过气，一股子浓得化不开的草药味儿，死死的压着那股子腻人的龙涎香。最要命的是，这里头还夹杂着几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女人家用的胭脂粉气。那原本能拉开强弓的胳膊，如今瘦得跟枯树枝子似的，一颤一颤的扣着床沿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一声都像是挠在底下跪着那些人的心尖上。这哪像是九五之尊的寝殿，这分明是个活棺材，里头关着一个不甘心撒手的恶鬼，还有一群等着分家产的恶狼。咱们把镜头往里推，定格在朱温那双浑浊的跟泥汤子似的眼睛上。这双眼当年在黄巢军里杀人的时候没眨过，被刺老东家大堂的时候没虚过，可今个这双眼正死死地盯着床前那个端着药碗笑得比蜜还甜的妇人。这妇人是谁？您各位要是按常理推断，那准得说是皇后或者贵妃吧？嘿，您那可就想窄了。这位在龙榻前贴身伺候，衣衫半解，甚至还得时不时跟这位快断气的公公耳鬓厮磨两句的，竟然是他的亲儿媳妇，当朝博王朱有文的嫡妻王氏。您说这荒唐不荒唐？这传出去那是烂了祖宗牌位的丑事，可在朱温这儿，这就是他晚年最乐此不疲的驭人之术。咱们得细品这王氏的一个动作，他这会儿正用白生生的指尖轻轻捻着帕子，给朱温擦去嘴角溢出来的药渣子，那眼神里透着的不是孝顺，而是一种近乎于谄媚的带着血腥气的势力。他每擦一下，身子就故意往朱温那儿贴1寸，那是真拿公公当情郎在伺候呢。您各位可能会问了，这朱温难道真是老糊涂了，临死还要落个淫乱的名声？这就是咱们要拆解的第一层职场隐喻。朱温这种人，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顶级利己主义者，他这辈子谁都不信，连亲儿子在他眼里都是随时可能篡位夺权的竞争对手。到了这垂死挣扎的时候，他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权力失控，最怕自个儿还没咽气，底下那几个狼崽子就把他给架空了。于是他整出了这么一招旷古绝今的儿媳侍寝制度。他把几个儿子的媳妇轮番叫进宫来，名义上是侍疾，实际上是把这些女人当成了人形监听器和情感人质。您想想看，这儿媳妇在公共床榻上伺候，那她自个儿的亲老公在府里干什么，想什么，跟谁喝酒，有没有藏着甲胄兵刃，那还能瞒得过朱温？这就是最原始也最恶毒的下沉式管理。朱温通过控制这些女人的身体和荣宠，直接把触角伸到了儿子们的被窝里，让他们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再也没有半点信任可言。这就好比现在的某些大老板，他不直接查员工的岗，他偏要让员工的家属来公司领福利，还得定期汇报员工在家的表现。这叫什么？这叫心理阉割，让你从根上就生不出反抗的心思。再瞧瞧这王氏，他心里又在打什么算盘？他这哪是在尽孝，他这是在参与一场关乎家族生死的对赌协议。在五代十国那个乱世，皇位的继承可没什么长幼有序，全是看谁能讨得这老流氓的欢心。王氏心里清楚得很，
自家那位博王朱有文虽然是养子，但只要自个儿在这龙榻前多吹几句枕边风，把老头伺候得舒舒服服，乐不思蜀，那博王就能越过亲儿子，直接拿到那张通往最高权力的入门券。他每一次俯身，每一次娇笑，其实都是在帮自个儿的丈夫买股份。这种关系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那是极度的扭曲与悲哀。您说那些为了利益不惜把枕边人推向深渊，或者全家人合伙演一场荒唐戏的局，咱们见得还少吗？这不仅是伦理的丧失，这是在极度匮乏的安全感下，人性爆发出的那种最下作的求生本能。朱温看着王氏那张如花似玉的脸，心里想的不是温存，而是那种掌控了一切，连人伦都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变态快感。他越是看着儿媳妇在自个儿面前卑躬屈膝，就越觉得自个儿还没老，这天下还是他那个能随心所欲打破一切规矩的流氓地盘。可这事儿最阴暗的地方还不在这儿。朱温这几个儿子在那儿又是怎么想的？朱有文也好，那个后来杀父篡位的朱有圭也罢，他们竟然都默认了这种安排。甚至有人为了让自家媳妇在宫里多待2天，好多给自个儿争点分，还在家烧香拜佛求媳妇能更得老爷子宠爱。这哪是儿子啊，这简直是把媳妇当成了进贡的礼物，把自个儿的尊严当成了垫脚石。这在职场里就是那种为了升职加薪，不惜出卖所有原则，甚至主动给领导递话送礼，哪怕这里送的自个儿脸上面子全无，只要能换来那个位置，他们什么都能忍。这种唾面自干的狠劲儿，其实是五代十国这种流氓时代的底色。当规则变成了一张废纸，当丛林法则成了唯一的真理，那么所有的美好情感，包括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全都会异化成一种赤裸裸的筹码。朱温就在这病榻上，用他那点所剩无几的精力，冷眼旁观着这场由于他亲手导演的关于欲望和背叛的现形记。他看着这些人在他面前演戏，看着人性在他面前层层剥落，那一刻，他或许真的觉得自己是这世间唯一的主宰，因为他看透了所有人内心的那点肮脏。咱们把这画面再拉近一点，看一个极细微的细节。朱温这会儿嗓子里咳出了一口浓痰，王氏竟然没有半点嫌恶，他直接用那葱白似的手接了过去，转过脸去处理的时候，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得意的笑。这一个笑容，才是整场博弈里最让人心惊胆战的地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权力已经把人变成了怪物。在王氏眼里，这口痰不是污秽，那是他通往皇后宝座的阶梯，是他能凌驾于其他妯娌之上的勋章。而对于朱温来说，这一个顺从的动作，彻底确认了他的统治力。他要的就是这种哪怕我老了、臭了、快死了，你们还得把我当成神、当成天来伺候的绝对服从。这种心理映射到某些集权性质的职场环境里，就是那种领导明明错了，底下一群人还要争先恐后的出来洗地，还要把错误美化成高瞻远瞩。这种逐臭之夫的行为，背后是对权力的极致恐惧和极致贪婪。朱温寝宫里的这股子药味，其实就是权力的腐臭味，它散发在空气里，毒害了每一个靠近他的人。然而，这世间的博弈从来没有单赢的局。朱温在享受这种变态掌控感的时候，他忘了最基本的一条人生哲理：当你不把别人当人看的时候，别人也迟早不会把你当人待。他以为他通过控制儿媳妇控制了儿子，可他忘了，那种被夺妻之恨、被羞辱之耻在黑暗中发酵出来的恶意，是任何权谋都压不住的。那些在宫外等候消息的儿子们，他们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顺从，慢慢变成了狼一样的幽光。朱温这老狐狸玩了一辈子鹰，
最后却想在人性的悬崖边上走钢丝。他以为他能凭着这点子流氓手段一直玩下去，却不知道那场毁掉他整个帝国，也毁掉他性命的暴风雨，正因为这事情的荒唐事，而在那几个儿子的心中悄然成型。这种为了短期的变态的掌控欲而彻底破坏大环境规矩的行为，在职场上叫自毁式管理。你让大家都没了体面，大家最后就会让你没命。朱温在那儿喘着气，王氏在那儿笑着，而宫墙外头的杀机已经像那冬夜里的寒气，顺着砖缝钻进来了。您说，这种建立在乱伦和羞辱上的权利，它能稳当吗？这种靠着监听儿媳妇来维持的统治，它能长久吗？朱温这老头此时正志得意满地拉着王氏的手，说要把皇位传给朱有文。他以为这是对他最宠爱的儿子的奖赏，却不知道这句话刚一出口，就成了他催命的符咒。这后梁的江山就跟这朱温的身体一样，外头看着还像个样子，里头早就被这帮子流氓皇帝和他们的家眷给掏空了，烂透了。话说这朱温老贼在病榻上拉着博王妃王氏的手，那一脸老褶子笑得跟开了裂的烂石榴似的，亲口许下了那句让大梁朝江山彻底变了天的话，他要把皇位传给那个养子博王朱有文。这话要是搁在老百姓家，顶多也就是偏心眼子，可在皇家，这就是一碗冒着热气的鹤顶红啊！这王氏一听，那是喜上眉梢，恨不得立马飞回自家府上给博王报喜。可他哪知道，这宫墙里头最不缺的就是透风的墙，更何况那朱温的亲儿子影王朱有圭，此时正像只潜伏在黑影里的老雕，那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珠子，死死地盯着这寝宫大门呢。咱们先把这画面转到朱有圭的府邸。这位影王爷在五代十国的流氓堆里，那也是个顶阴质的主儿。他这会儿正坐在书房的暗影里，手里把玩着一支已经裂了纹的玉扳指，那玉色被他搓得发暗，就像他这会儿的心境。您各位试想一下，自个儿的亲爹放着亲生骨肉不疼，偏偏把自个儿的媳妇叫进宫里去，名义上是尽孝，背地里干的那些勾当，满京城的麻雀都知道。这哪是当爹的？这简直是拿儿子的脸皮在地上使劲踩。更要命的是，这媳妇在宫里出卖了色相，丢尽了廉耻，最后换来的奖赏竟然是让那个异姓的养子去做龙椅。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你在这儿辛辛苦苦干了半辈子，把尊严都赔进去了，最后老板却把 CEO 的位置给了一个外来的干儿子，还让你给人家拎包。这种极度的不平衡，这种被彻底抛弃的恐惧，就像毒蛇一样，一寸一寸地啃食着朱有圭的理智。您看这朱有圭，他这会儿的动作极有意思。他没有拍案而起，也没有大哭大闹，他只是缓缓地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头那黑得不见底的夜色。那窗户纸被风吹得啪嗒啪嗒响，每一声都像是老爹朱温在那儿嘲笑他的无能。他心里清楚，朱温这种老流氓，你跟他讲孝道，那是对牛弹琴；你跟他讲公理，那是自寻死路。在这个全员流氓的时代，唯一的逻辑就是谁狠谁就是爷。他之所以一直忍着，是因为他还在观望，他在等一个能名正言顺，或者说能一击必杀的机会。这就是顶级博弈者的素养，哪怕心里已经把对方碎尸万段了，面上还得是一副唯唯诺诺，受了气也不敢吭声的窝囊相。这种人最可怕，他在你面前装孙子，其实是在后背磨刀子呢。这时候，王氏从宫里回来了。您各位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王氏一脸春风得意，甚至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跟朱有圭说，老头子已经定下了，要召朱有文进京。这一句话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王氏那张被权力冲昏了头的脸，在朱有圭眼里
再也不是什么同床共枕的娇妻，而是朱温钉在他心口的一颗钉子。他看着王氏，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狠辣，那是一种豁出命去的决绝。咱们分析一下这朱有圭的心理，他不仅恨朱温，他甚至连王氏也恨上了。这种由爱生恨、由羞成怒的情绪，映射到现实中，就是那种被逼到绝境的员工，一旦发现所有的努力和牺牲都是一场空，他们爆发出来的破坏力，是任何规矩都束缚不住的。朱有圭在那一刻彻底完成了从窝囊儿子到弑父逆贼的心理转变。接下来的情节，那真叫一个惊心动魄。朱有圭没有直接提刀冲进宫，他知道宫里那帮卫兵可不是吃素的。他玩了个什么花招呢？他先是找上了大内的一位宿将，也就是掌管禁军的韩情。这韩情也是个老油条，正为了自个儿的前程发愁呢。朱有圭往他跟前一坐，没说别的，就说了一句话：老爷子今儿个能把江山给养子，明个就能把咱们这帮老臣都给洗了。这话戳中了韩情的软肋。这就是典型的职场结盟，利用共同的恐惧，把原本不相干的人绑在自个儿的战车上。朱有圭太懂朱温了，他知道朱温不得人心，知道大家都怕这个喜怒无常的老流氓。他利用这种普世的恐惧，瞬间就拉起了一支赶杀皇帝的敢死队。咱们再看那杀人的一夜，风紧云厚没月亮。朱有圭带着韩情和几百个精兵，悄悄摸进了万安殿。那一路上，靴子踩在青砖上的声音被风声掩盖了，那寒光凛冽的横刀藏在怀里。朱温这会儿正在寝宫里做着万世长存的美梦呢，他哪想得到，那个平时见了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的怂儿子，这会儿已经闯到了他的龙榻前。您各位咂摸这个对比，一门之隔，里头是奢靡腐烂的黄泉梦，外头是满腔怒火的复仇刃。当朱有圭一脚踹开寝宫大门的那一刻，朱温惊醒了。他看着自个儿的亲儿子，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愧疚，而是破口大骂。他骂朱有圭是畜生，骂他不忠不孝。这老流氓到死都没明白，是他先亲手掐死了所有的忠和孝。朱有圭那会儿是什么反应？他冷冷地看着在榻上挣扎的老爹，一句话也没多说。他指使着心腹冯廷鄂，那把宽背的大刀在灯火下闪着死亡的光。朱温在那嚎叫，说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竟然要杀我。朱有圭终于开口了，他那嗓子嘶哑的像是砂纸磨过地，你养我，是把我当儿子养，还是当玩物养？这一句质问，把这几年的憋屈、羞辱、仇恨全部倒了出来。随着那刀锋刺入血肉的声音，朱温这个一代枭雄，竟然就这么窝囊的死在了自家儿子的手里。那血溅在了朱有圭的脸上，也溅在了那张王氏曾经承欢的龙榻上。这哪是杀人？这是在进行一场惨烈的、血腥的股权强行置换。您各位再咂摸这个细节，朱温死后，朱有圭干了件什么事儿？他没急着发丧，而是让人找来一床破席子，把朱温那还没凉透的尸首往席子里一卷，就地埋在了寝宫的地砖底下。这动作狠不狠？这简直是恨到了骨髓里。他每天在那儿上朝办公，脚底下踩的就是他亲爹的尸骨。这种极端的报复心理，其实是长期受压抑后的人性大爆发。在朱有圭看来，这地砖底下的不只是个死人，更是压在他头顶上，让他抬不起头来的旧时代。这种翻身做主的快感，瞬间冲淡了弑父的罪恶感。这就是流氓皇帝的逻辑，只要我赢了，我就是天，至于这过程有多脏，谁在乎？可朱有圭没料到的是，他杀了一个流氓，却成了众矢之的。他那几个兄弟，还有博王朱有文，哪能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立刻打着为父报仇的旗号，开始了新一轮的围剿。
这在职场里就是，你虽然靠非法手段除掉了霸道总裁，但你自个儿名不正言不顺，底下的副总、总监们个个都盯着你那个还没坐热的位置，准备随时把你拉下马。朱有圭这一刀虽然解了气，却也亲手拉开了大梁朝覆灭的序幕。他以为他夺回了尊严，其实他只是从一个火坑跳进了另一个更大的深渊。咱们看这父子、夫妻、养子之间的这团乱麻，您能发现这五代十国最核心的生存法则：当最高领导层带头破坏了基本的人伦契约，那么整个组织就会陷入一种无序的互害的循环。朱温用儿媳妇来测试儿子的忠诚，朱有圭用老爹的命来证明自个儿的权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赢家，可每个人最后都输得精光。这就是权力的毒性，它能让人忘记自个儿还是个人，让人觉得天底下的规矩都是给弱者定的。这一段夺命孝心的戏码，说白了，就是一场关于职场安全感彻底崩塌后的集体疯狂。朱有圭脸上那抹不掉的血迹，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印记。您各位听听，这种连亲爹都能卷进破席子里埋在脚底下的狠劲儿，是不是让您觉得这五代十国的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洗不掉的血腥气？这就是流氓政治的终点，没有温情，没有规则，只有那把始终悬在头顶上的冷刀子。朱温这老流氓虽说死得烟渣，但他那一套刺刀见红的丛林法则，倒也算是个实实在在的恶霸。可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那段位可就不一样了，他不是在血泊里滚，他是要在粉末里钻。这位爷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要是把五代十国比作一个乱哄哄的职场，朱温那是拎着砖头进办公室的流氓主管，而李存勖呢，这位爷活脱脱是一个明明有着顶尖业务能力，却偏偏要把自个儿活成跨界顶流的戏精 CEO。 他在战场上那是真能打，百箭齐发不皱眉，可一撤回后方，他就把那身明晃晃的龙袍给甩了，换上大红大绿的戏服，脸上抹得跟个开了花的猴屁股似的，在那儿咿咿呀呀唱大戏。这哪是治国安邦啊，这分明是把太和殿当成了横店影视城，把满朝文武当成了没台词的背景板。咱们得把这镜头定格在李存勖最荒唐的一个眼神上，那是他在后花园戏台上正演得起劲儿，台下坐着的不是老百姓，是那帮跟着他老爹李克用打天下断了胳膊折了腿的功臣宿将。李存勖在台上一个飞眼，嘴里喊着自个儿的艺名李天下，还没等底下的看客反应过来，一个不知深浅的伶人上去就给了他一个脆生生的耳光，还骂道：李天下只有一个，你呼唤谁呢？这要是换了朱温，这伶人的脑袋早就在城门楼子上挂着了。可李存勖呢，他竟然嘿嘿一乐，觉得这戏对得真好，还重赏了这扇他耳光的戏子。这一记耳光扇碎的不只是皇帝的威严，更是扇透了这五代十国最离奇的一段职场政治学。李存勖这种心理映射到咱们现在的某些大领导身上，那叫审美跑偏后的垂直管理。他觉得那帮只会打仗的粗人不懂他的艺术灵魂，只有这帮成天围着他转，能接住他戏词的戏子，才是他的知心人。他这是在搞一种极其危险的小圈子政治，用戏台上的亲疏代替了官场上的功过。您瞧瞧李存勖在戏台上的那个身段，那兰花指翘得比专业旦角还要专业，可那指尖而指的方向却是大唐江山的咽喉。他在这种自我感动的表演欲里，完成了一场极其隐秘的权力置换。他把那帮立过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晾在了一边，反而给那帮唱戏的、说书的，甚至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幽灵封官加爵。这些戏子进了朝堂，那干的能是人事吗？他们仗着皇帝的宠爱，把那点子在后台勾心斗角的本事全使在了国计民生上。
这就好比一个大公司的 CEO 不听业务总监的专业汇报，非要听自个儿贴身保姆建议谁该升职，谁该开除。这叫什么？这叫决策权的娱乐化。李存勖在那儿心安理得的当他的影帝，却忘了这天下不是一个剧场，你这儿戏演完了能卸妆，老百姓的日子过歪了可是要掉脑袋的。那些在台下冷眼旁观的老将军们，手心里的汗早就把刀柄给浸湿了。他们看着自家主公在台上撒欢，心里想的是，咱们拿命换来的江山，难道就是为了给这帮下九流的玩物当垫脚石？咱们再往深里挖一挖李存勖的这种影帝心理，他这种人其实是典型的自恋型人格在权力巅峰的变态发育。他打仗猛，是因为他把打仗也当成了一场大戏，他要做那个横刀立马、万众瞩目的主角。等到天下太平了，没人看他表演杀敌了，他这种巨大的表演欲就得找个出口。于是他把这种欲望投射到了真正的戏台上。他在台上自娱自乐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找一种超越皇权的快感。在戏里，他可以不是那个背负着祖宗基业的皇帝，他可以是个落魄书生，也可以是个风流浪子。这种角色扮演让他产生了一种能掌控一切人生的错觉。这种心态映射到现实职场，就是那种特别爱演、特别喜欢自我感动的领导，他们总觉得自个儿特别不容易，总觉得周围人都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给戏子封官，在他看来不是荒唐，而是对自己艺术品味的变现。他在这种极度的自我迷恋中，亲手掐断了与现实世界的最后一点连接。您各位再咂摸这个细节，李存勖宠信的一个叫郭门高的伶人，竟然能左右朝廷的人事大权。有一次，有个老功臣因为没给这伶人送礼，竟然被这帮戏子合伙编排了一出戏，在皇帝面前冷嘲热讽，最后搞得那功臣家破人亡。这一段戏码简直是把职场软暴力玩到了极致。在那会儿的后唐朝廷里，真理不在折子上，而是在唱词里；虔诚不在政绩上，而是在皇帝的笑声里。这种权力的异化导致了整个管理层的彻底瘫痪。那些真正想干事的人得先学会涂脂抹粉，那些只会打仗的粗人被逼得要去学唱念做打。这就造成了一种极其荒诞的局面，一个原本战斗力爆表的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被一种软刀子割肉的方式把脊梁骨给抽了。李存勖在这场大戏里不仅是主演，他还是导演和监制。他看着整个帝国围着他的戏台子转，心里那种满足感恐怕比多打下几个州府还要强烈。可这戏终究是有谢幕的时候。您瞧，当外头的叛乱四起，当那些被他伤透了心的将士们开始倒戈相向的时候，咱们这位影帝皇帝竟然还在寝宫里张罗着演戏呢。等到叛军杀到了宫门口，他想去召唤那些平日里跟他称兄道弟的戏子们杀敌，结果呢，那帮平时在台上忠肝义胆的伶人跑得比兔子还快。最讽刺的是，最后给李存勖致命一击的，竟然就是他平日里最宠信的那个叫郭门高的戏子。这一箭射过来的时候，李存勖可能还在想，这台词不对啊，戏本子里不是这么写的啊。这就是全员流氓时代的终极讽刺。你把生活当戏演，生活就会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一个最真实的死法。他死在那堆乱箭之中，尸首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最后连个完整的骨渣子都没剩下。这哪是皇帝的葬礼？这简直是这个时代的烂片杀青。咱们把这事儿往深了里分析，这李存勖的悲剧其实是五代十国里另一种形式的流氓逻辑。朱温是明着坏，他是那种我就是流氓，我怕谁的霸道；而李存勖是精致的坏，他是那种我不管这天下，我只想活在我的梦里的自私。这种自私对于一个国家、
一个组织来说，杀伤力比暴政还要大，因为暴政尚且有迹可循，而这种随心所欲的艺术化管理会让所有人失去方向感。在这种环境下，投机分子会如鱼得水，而中流砥柱会迅速流失。您各位瞧瞧，这职场里那些任人唯亲、只听好话、把公司当成自个儿秀场的领导，哪一个最后不是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李存勖的这一场大戏成本太高了，他用一个大唐后裔的名头，用无数将士的鲜血，最后只换来了一个理天下的荒诞笑话。在那五代十国的乱世里，如果说李存勖是把江山当成了儿戏，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可就是把祖宗八辈的脸面都给当成发票给报销了。这位爷就是大名鼎鼎也臭名昭著的后晋高祖石敬瑭。您各位咂摸咂摸，儿皇帝这三个字搁在咱们老百姓家，那是骂人最毒的脏话，可在这位石老板眼里，这却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一笔借壳上市的大生意。把这画面的焦点对准太原城那斑驳的城墙根。这时候是后唐末年，末帝李从珂正带着大军把石敬瑭围得跟铁桶似的，城里断了粮，外头断了路，石敬瑭就像是一只掉进陷坑里的老狐狸，那双原本精明强干的眼珠子，这会儿正透着一股子困兽犹斗的狠劲儿。您各位瞧瞧这石敬瑭的细微动作，他这会儿正神经质地摩挲着腰间的印信，指甲盖儿在金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每一下都像是搁在他那点残存的自尊心上。他心里清楚，这后唐的职场他已经混不下去了，老同事李从珂容不下他这个功高盖主的老臣，这是要物理开除他呢。这时候石敬瑭面临的是职场里最极端的博弈，是抱着那块已经烂透了的公司招牌等死，还是干脆撕破脸找个更强硬的后台，哪怕这个后台是自家的死对头。这就是咱们要拆解的第一层职场隐喻。石敬瑭这种人，那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管理者，在他眼里，没有任何契约是不能撕毁的，也没有任何尊严是不能标价的。他瞅准了北边的契丹大老板耶律德光正愁没机会插手中原，于是他大笔一挥，写下了一份让后世骂了1000年的合作协议。这份协议的内容，您各位咂摸咂摸。第一，管比自个儿小的契丹皇帝叫父皇帝，自个儿当皇帝。第二，把关乎中原命脉的燕云16州白送给人家当劳务费。第三，每年还得进贡大批的金银布匹。这哪是求援啊？这分明是丧权辱国的对赌协议。石敬瑭跪在使者面前递交这份奏章的时候，那腰弯得极低，低到了尘埃里，可他的眼神却是向上勾着的。那种眼神映射到现实里，就是那种为了拿到大订单，为了保住自个儿的股份，不惜出卖公司核心技术，甚至不惜给竞争对手当孙子的职业败类。他觉得只要命保住了，只要那把龙椅坐上了，叫声爹算什么？送快递算什么？脸面这东西，在流氓皇帝的字典里从来就没出现过。咱们再深挖一下石敬瑭跪下喊爹那一刻的心理深度，这绝不只是怂，这是一种极致的冷酷。他这种人已经把自己完全物化了。他在权力的博弈场上，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筹码，把国家当成了一个典当行。当他对着耶律德光喊出那声父皇的时候，他内心的那种道德契约已经彻底崩碎了。这种崩碎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一旦一个人觉得尊严可以买卖，那么他周围的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成了可以议价的商品。他在职场上带了一个最坏的头，只要能上位，你可以认贼作父，你可以出卖灵魂。这种价值观在五代十国的官场里像瘟疫一样蔓延，导致了后来的将领们个个都成了石敬瑭的学徒。既然老板能认爹，那咱们当员工的为什么不能随时背刺老板？
这种契约精神的整体塌方，让那个时代的政治变成了一场没有底线的肉搏。您各位再瞧瞧那个细节，当石敬瑭如愿以偿，靠着契丹人的马蹄子踏碎了后堂，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位时，他坐在那把满是血腥气的龙椅上，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他不是安抚百姓，也不是整顿军纪，他是忙着给他的契丹老爹写感谢信，语气之卑微，措辞之谄媚，连他身边的近臣都看不下去了。有个叫桑维汉的谋士，虽然也是这笔生意的操盘手，但在面对契丹使者的勒索时，偶尔还想维护点大梁的体面。可石敬瑭倒好，他竟然亲自下场斥责桑维汉，生怕自个儿这个儿子当得不够孝顺，惹了老爹不高兴。这种病态的，甚至带着点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映射到咱们现在的某些环境里，就是那种对外部强势力量极度跪舔，对内却极度高压的双面人领导。他在外面是孙子，回来就是爷；他在外面丢了的尊严，得回过头来在自个儿属下身上找不回来。然而，这种建立在出卖尊严基础上的权力，就像是建在沙滩上的金字塔。石敬瑭每天战战兢兢地看着北边的动向，只要契丹那边有个风吹草动，他这儿就得吓得打摆子。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让他变成了一个疑心病极重的统治者。他不再相信任何人，因为他知道他是靠出卖主子和国家上位的，他周围的人也一定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这种互不信任的职场文化，让后晋这个分公司从挂牌那天起就透着一股子药丸的味道。一个连祖宗都能卖了宦官做的 CEO， 底下的高管能对他有几分真心？大家不过是在这儿搭个便车，捞一把就走，谁会真的为你卖命？咱们再看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画面，石敬瑭晚年病重的时候，契丹那边派人来探视，那使者在殿上傲慢无礼，甚至指着石敬瑭的鼻子教训。石敬瑭这会儿已经是油尽灯枯了，他趴在榻上，还得勉强挤出笑脸来应付，那眼角流出来的泪水，不知是悔恨还是恐惧。这一幕活脱脱是软饭硬吃，最后被噎死的惨剧。他用燕云16州换来的这几年皇帝生涯，其实是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凌迟。这种人生止损的方式，其实是最大的亏损。他以为他赢得了权力，其实他失去了作为人的最后一丝重量。当他闭眼的那一刻，他听到的可能不是山呼万岁，而是千百年后那不绝于耳的唾弃声。石敬瑭的这出戏，给咱们这帮老哥哥、老姐姐们提了个醒。在人生的博弈局里，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动的基本盘。你可以穷，你可以输，但你不能把那根撑着脊梁骨的梁给抽了。你以为那是换取成功的捷径，其实那是通往地狱的快车票。石敬瑭那种借壳上市的逻辑，在短期内确实让他风光无限，但在长期的历史博弈中，他成了最惨的输家。他留下的那个烂摊子，燕云16州的归属问题，成了困扰中原王朝几百年的梦魇，这都是他当初为了一己私欲种下的恶果。石敬瑭那声父皇，喊碎了汉家儿女的骨气，也喊塌了5代十国的最后一点体面。他在龙椅上那副卑躬屈膝的模样，跟朱温的狂、李存勖的疯都不一样，那是一种彻底的烂到根里的猥琐。您说，这种靠着卖地求荣换来的江山，他能做得久吗？那种全无契约精神，只看眼前利益的职场，他能有明天吗？话说那石敬瑭为了那把龙椅，连祖宗牌位都能当柴火烧了，最后落了个被契丹老爹生生憋死的下场，这后晋的摊子还能有稳当日子过吗？这石敬瑭一咽气，后晋也就跟着散了架。紧接着登场的这位爷，那是后汉的小皇帝刘承佑。这位小爷年岁不大，心眼儿却窄得跟针尖似的。他接手的是个什么局？
那是典型的高管架空 CEO 的职场死局。就是这病态的危机公关，看一个毫无安全感的少年天子是怎么在面对功高盖世的老将郭威时，不思量怎么安抚统战，反而玩出了一场把自个儿全家性命都赔进去的物理开除。这哪是处理危机呀？这分明是嫌命长，嫌自家江山踏得不够快。咱们先把这画面聚焦在开封城那座金晃晃却冷冰冰的勤政殿里。这时候的刘承佑正支着下巴坐在龙椅上，那双还没脱了稚气的眼珠子却透着一股子阴鸷的寒光。他死死盯着手下一份关于枢密使郭威在前线又立了大功的战报。您各位瞧瞧这刘承佑的小动作，他原本白净的手指头正神经质地抠着龙椅扶手上的金漆，每抠一下，那金漆就掉落一点，露出里头灰扑扑的木头茬子，就像他这会儿外强中干的心境。郭威是谁？那是帮着他爹打江山的头号功臣，是手里攥着几十万虎狼之师的霸道总裁。在刘承佑眼里，这郭威每一声谢恩的嗓门都像是要震塌他的皇位，每一次进京述职的脚步都像是踩在他的心口上。这就是典型的新人领导焦虑症，总觉得公司里的老臣工、老师傅们都在看他的笑话，总觉得那些掌握核心业务的高管随时会跳槽自立门户，或者干脆把他这个小东家给踹下台。咱们得深挖一下刘承佑这种病态的心理。他这种孩子生在乱世的皇家，从小见惯了谁拳头大谁就是里的流氓逻辑，他心里根本没有制衡这两个字，只有毁灭。他那几个亲信小人，像什么李业、聂文进之流，成天在他耳边嘀咕，说什么郭威不除，陛下寝食难安。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小圈子谗言。这些没本事只会拍马屁的底层办事员，为了自个儿能上位，最喜欢挑拨 CEO 和业务大拿的关系。刘承佑听信了这些烂招，竟然定下了一个最毁三观也最没底线的危机公关方案。他趁着郭威在魏州前线打仗，竟然在京城里来了场大清洗，把郭威留在开封的所有家小，包括襁褓里的孩子，全给一窝端了，杀的那叫一个血流成河。这种做法映射到现代，就是老板觉得手下总监要跳槽，不去谈话，不去补偿，反而先把人家的妻儿老小都给开了，甚至还断了人家的后路。这哪是博弈？这是丧心病狂的自杀行为。您看那郭威得到消息的那一刻，这时候的郭威原本还想着怎么给大汉朝尽忠呢，结果一封血淋淋的私信传到军营，说他在京城的老少爷们全被皇帝给抹了脖子。那一刻，郭威的眼神从震惊变成了死寂，又从死寂变成了那种能把人骨头渣子都烧化的怒火。他原本手里拎着的是护国的盾，这一刻他把盾一扔，拔出了那把夺命的横刀。这刘承佑最失算的地方就在于，他以为杀光了人质就能吓住对手，却忘了当一个人在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牵挂的时候，他就是这世间最恐怖的野兽。这种断人后路的手段是管理学里最忌讳的死穴。你把一个原本还能坐下来谈的合作伙伴，硬生生逼成了不死不休的复仇者。这就是刘承佑那种流氓思维的局限性，他只懂破坏，不懂建设，只懂杀戮，不懂妥协。咱们再瞧瞧刘承佑在京城里杀完人之后的细节，他竟然还洋洋得意，觉得自个儿这回终于是钱刚独断了，觉得那帮老臣肯定被他这股子狠劲儿给吓破了胆。他坐在后宫里，搂着嫔妃喝着酒，还在跟那帮拍马屁的小人吹牛，说自个儿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一幕活脱脱是那种刚愎自用的领导，在把公司核心骨干全逼走后，看着账面上暂时省下的那点薪水开支，在那儿沾沾自喜呢。
他根本不知道，郭威的数万大军已经像黑云压城一样，正日夜兼程地往开封赶。这种极度的信息不对称和自我陶醉，是所有流氓皇帝走向覆灭的通病。他们总觉得暴力能解决一切，总觉得这天下的人心是可以靠一把快刀就能理顺的。当郭威的大军杀到开封城下的时候，刘承佑这小皇帝才发现，那些平时对他山呼万岁、拍胸脯保证效忠的将领们，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鸦。甚至有人还没等郭威攻城，就先想着怎么把皇帝的首级割下来当成见面礼送出去。这在职场里就是，当你这个老板彻底失去了道义，失去了人心，连那些平时受你恩惠最多的狗腿子，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刺你。这种树倒猢狲散的场面，是刘承佑这种病态公关必然的结局。他最后死得极惨，在乱军之中想逃，却被自个儿的贴身亲信给杀了。临死前那一刻，他看着昔日的中仆拎着刀走向自个儿，眼神里可能满是不解。我明明已经把威胁都铲除了，为什么最后连个给我收尸的人都没有？这就是咱们要分析的第三层现实人情映射。在任何一个组织或者博弈局里，你可以不仁，但你不能不义。朱温虽然狠，但他对手下人那是真大方。李存勖虽然疯，但他打仗的时候真冲在最前面。可刘承佑这种小流氓，他既没大流氓的胸襟，也没老流氓的手段，他只学会了流氓最下作的招数，祸及家人。这种行为不仅是破坏了职场规矩，更是踩碎了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伦理底线。一旦你踩碎了这个底线，你就成了全民公敌。郭威后来进了城，对着那把空荡荡的龙椅大哭一场，那哭声里有多少真情，咱们暂且不论，但这哭声却赢得了天下的人心。因为大家看明白了，跟着这种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全家的小屁孩皇帝，那是真没活路。咱们再看一个极细微的画面，那是郭威在乱军中捡到了一个刘承佑生前用的玉枕，他直接往地上一灌，摔了个粉碎。这一摔，摔碎的是后汉的国祚，也摔出了郭威心中的那口恶气。这一摔也告诉咱们，在权力的博弈中，如果你只顾着自个儿那1亩3分地的安全感，而不顾及别人的尊严和生命，那你的安全感最后一定会变成你自个儿的目的。刘承佑这种病态公关，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幼态发育。他不懂得真正的强者是靠包容和契约来维系统治的，他以为权力就是任性，结果任性的代价就是家族消亡。这一段讲到这儿，您各位是不是觉得这小皇帝刘承佑简直是不可理喻？可您咂摸咂摸，在咱们现实生活里，那种一旦觉得自个儿位置不稳，就非要把身边有本事的人都搞臭、搞死、搞得家破人亡的领导还少吗？他们这叫自毁长城，还以为是在清理门户。刘承佑这颗还没长熟的脑袋，最后挂在了旗杆上，也算是给那5代10国的流氓史添了一笔最血淋淋的注脚。他在这一场高管清洗里赢了几个弱女子和孩子的命，却输掉了整片江山和自个儿的项上人头。话说那后汉的小皇帝刘承佑，到底是年少轻狂，不懂得这江湖不光是打打杀杀，更是人情世故，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满盘皆输的惨象。这权力的交接棒要是递到了这等愣头青手里，那是自寻死路。可在这乱哄哄的5代10国里，天生有那么1号人物，他跟刘承佑那是天壤之别。他没背景，没血缘，甚至连个正经姓氏都没有，却靠着一身出神入化的伪装术，在狼窝里活成了头狼。这位爷就是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您各位先别忙着记这名字，咱得先说说他那个丢在乱坟岗子都没人捡的身世。他原本是个流浪的小孤儿，原名徐之诰。这凤凰男的完美伪装，
看一个最卑微的职场练习生是怎么靠着给干爹洗脚、给兄弟让路、给对头陪笑，硬生生的把别人的家业变成了自个儿的江山。咱们先把这画面定格在当时吴国权臣徐温那辉煌的大宅门里。您瞧瞧，在一众鲜衣怒马、横冲直撞的徐家亲儿子中间，有一个年轻人，穿得最素，站得最直，脸上的笑意永远像刻上去似的，半分不多，半分不少。这就是当时的徐知诰。您各位咂摸这个细节，当徐温下班回家，亲儿子们可能还在斗鸡走马、吆五喝六，唯独这个养子已经掐准了点儿，手里端着一盆温热适中的洗脚水，不声不响地跪在榻前。他那双手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是水温的时候比亲闺女还细心。徐温看着他，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极致的入局意识。徐知诰心里跟明镜似的，自个儿就是个借壳上市的外人，在这一窝狼崽子里，他没有任何犯错的空间。他必须把自个儿活成一尊没有脾气的神像，活成干爹最顺手的那件兵器。这种心理映射到咱们现在的环境里，就是那种出身寒微却极具城府的凤凰男。他们在单位里永远是最早到的，永远是干活最卖力的，甚至连老板的一声咳嗽，他都能听出是感冒了还是不耐烦了。咱们深挖一下这徐知诰的隐忍博弈学。徐温那几个亲儿子，个个都瞧不起他，当面叫他野种，背后给他使绊子。换作是刘承佑那种性子，早提刀杀人了。可徐知诰是怎么做的？他不仅不恼，反而变招法给这帮兄弟送礼平事儿。兄弟在外面闯了祸，他去顶包；兄弟在老爹面前挨了骂，他在旁边递梯子。这哪是没骨气，这是在温水煮青蛙。他通过这种无底线的退让，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没威胁的老好人，让他那些竞争对手在不知不觉中卸下了防备，甚至产生了一种这小子好欺负，可以利用的错觉。这就是顶级流氓的高明之处。真正的流氓不一定非要满脸横肉，有时候那一脸的忠厚老实才是杀人不见血的刀锋。他在这种长达几十年的伪装中，一点一滴地渗透进了徐家企业的核心管理层，掌握了人事，控制了财权。等到徐温那几个儿子反应过来的时候，公司的公章其实已经揣在他徐知诰的怀里了。您再瞧瞧徐知诰在徐温临终前的那场戏，徐温躺在床上，拉着他的手，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徐知诰跪在那儿，哭的那是肝肠寸断，比亲儿子还要哀痛。可您仔细盯着他的眼睛瞧，那泪水后头藏着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冷静。徐温一断气，这徐家的天就彻底变了。徐知诰没有急着改姓，也没有急着称帝，他还是那副谦卑的样子，推举徐温的亲儿子出来主持大局。这一招叫欲擒故纵，也是职场里最高阶的避其锋芒。他知道这时候要是急着上位，那帮老臣肯定不服。于是他等着那帮亲儿子自相残杀，等着公司业务陷入僵局，等着大家伙都觉得离了他这根定海神针不行的时候，他才在众人的含泪跪请下，勉为其难地接过了权杖。这种戏码简直是把人性和规则玩弄到了极致。他把自个儿的野心包装成了众望所归，把自个儿的篡位打扮成了救亡图存。最炸裂的一幕发生在徐知诰坐稳了江山之后。他干了一件让天下人都目瞪口呆的事，他改名李变，宣布自个儿不姓徐了，他是大唐皇室李家的后裔，这南唐就是大唐的正统续弦。这脸皮得有多厚？给徐家当了几十年孙子，把徐家的江山吞了，转头就说自个儿祖上是姓李的，跟徐家没半毛钱关系。这在现代商战里就是那种靠着老丈人起家的凤凰男，
等把老丈人的公司全搞到手了，转头就说这公司原本就是自家祖传的，连姓都给改了。这种重塑人设的能力，说明李便已经彻底摆脱了那个流浪孤儿的自卑，他要用一种更大的谎言来掩盖他上位路上所有的不堪和肮脏。他这种对契约和血缘的彻底背叛，其实是对那个流氓时代最深刻的致敬。只要我成了王，我说我姓什么，全天下就得跟着姓什么。咱们再看一个极细微的画面。李便当了皇帝后，有一次徐家的后人来求见，他在后花园接见了人家。那会儿他穿着一身华丽的龙袍，却亲自给那徐家的小辈倒了一杯茶。那动作依然有着当年给徐温洗脚时的影子。那徐家人吓得浑身打摆子，茶杯都拿不稳。李便微微一笑，轻声说了一句：“徐家的恩情，朕没忘。”这一句话听得人脊梁骨冒凉气。这哪是报恩，这是在宣示主权，是在告诉对方，你们曾经施舍给我的那些屈辱，我现在都当成赏赐还给你们。这种心理扭曲后的补偿感，是所有完美伪装者最阴暗的角落。他在你面前越是客气，就说明他心里那口恶气憋得越久。这种雅致的流氓，比朱温那种动辄杀人的，其实更让人感到一种骨子里的阴冷。咱们把这事儿映射到现在的职场和人情里，您身边有没有那种平时特别低调，见谁都客客气气，可关键时刻总能精准卡位，把资源全捞进自个儿兜里的人？如果有，您可得留神了，这位可能就是当代的李便。他们这种人信奉的是长线博弈，为了最后的赢，他们可以忍受10年的无名分，20年的被羞辱。李便的南唐后来成了5代十国里文化最盛、日子过得最舒坦的地方，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一个靠着最大谎言和最深伪装起家的皇帝，竟然给了百姓最渴望的安宁。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复杂之处。流氓当到了极致，如果不满足于眼前的杀戮，而是想求个万世的名声，他反而能装出一副圣君的模样。您看，从一个无人问津的野种，到改名换姓、借壳上市的南唐列祖，李便这一辈子全是在演戏，而且演得自个儿都信了。他把那种软饭硬吃的艺术发挥到了巅峰，也把那种职场潜伏的厚黑学写到了极致。这种为了目标可以彻底粉碎自我的狠劲儿，其实比朱有圭那种拎刀杀爹的血性还要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那张谦卑的笑脸背后，到底藏着多少重算计，多少层杀机。这一段讲到这儿，老哥哥、老姐姐们，您各位是不是觉得这李便才是个真正的狠角色？那种不出声的狗咬起人来最疼，说的就是这位。他在那乱世里，硬是靠着一个装字，装出了一片锦绣河山。您说，这种靠着彻底背弃过去，靠着完美伪装换来的江山，他底气足吗？那种完全建立在利害算计上的恩情，他真的能长久吗？李便在金陵的烟雨里老去了，他留下了一个看似繁华的南唐，也留下了一个关于身份和忠诚的永恒悖论。话说那南唐的李便老夫子，靠着一个装字，在金陵的烟雨迷蒙里，硬是给自己憋出了一副圣君贤主的皮囊，这得是多深的内功。可这天底下，能像他这样耐得住性子，玩得转长线博弈的技术流氓，终究是极少数。咱们把目光从那温柔富贵乡里拔出来，重新投向中原那块被血浸透了的黄土地，您就会发现，那儿的逻辑可简单粗暴得多。如果说李便是在玩借壳上市，那中原这些个如走马灯换个不停的短命皇帝们，就是在玩一场被诅咒了的末位淘汰赛。这可不是咱们现代公司里那种发奖金、谈话的末位淘汰，在那儿谁要是成了末位，不仅丢的是饭碗，还得搭上一家老小的向上人头。
这被诅咒的末位淘汰，看那些只有几天、几个月命数的速成皇帝们，是怎么在极度的职业焦虑中，活成了一群被权力逼疯了的野兽。咱们先把这画面定格在那些个乱世里最寒心的瞬间，龙椅还没坐热呢，外头的喊杀声就已经进了午门。您各位瞧瞧这些个短命主的眼神，那哪是威严啊，那是透着骨子里的惶恐和绝望。有的皇帝前一天还在大宴群臣，第二天就被自个儿的贴身保镖给勒死在被窝里。这种极度不稳定的职场环境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里，就是那种随时面临破产倒闭、高管天天内斗，明天指不定谁就是老板的烂公司。在这种环境下待久了，人类点子、良知和远见全得喂了狗，剩下的全是应激反应。他们这种心理就是典型的末路狂徒心态，反正明天说不定就没命了，今儿个我得把这辈子的福全享了，把这辈子的威风全使了，把那些可能威胁到我的人全给弄死。这哪是治国啊？这分明是在这把龙椅上搞临终关怀式的自残。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种极端的生存压力。在那五代十国的中后期，当皇帝成了一个高危职业，那把龙椅就成了一个被诅咒的火坑。咱们看那些个小朝廷里的快闪皇帝，他们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透着那种病态的急躁。有位小爷刚登基就忙着给自己修陵墓，不是因为他想得远，而是因为他打心眼里觉得自个儿活不过这个夏天。他在殿上听政的时候，手一直在抖，耳朵尖一直竖着，听着外头马蹄声有没有变乱。这种极度的焦虑导致了决策的全面崩盘。映射到现代职场，就是一个随时担心被开除的中层干部，他不会去想怎么把业务带好，他只会想怎么在走人之前把公款多报销点，怎么给竞争对手多挖几个坑。这种止损式贪婪是那个时代最凄凉也最流氓的底色。他们把皇帝这个职业从一种责任活生生的降级成了一种一次性消费品。咱们深挖一下这末位淘汰背后的逻辑。在那个年代，这天下没有所谓的正统，谁手里的兵多，谁的刀快，谁就是规矩。这种唯实力论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每一个坐在台上的皇帝都成了台下所有人围猎的目标。他们这种心理其实是一种极度的自卑和极度的狂妄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他们知道自个儿名不正言顺，所以拼命的用暴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于是咱们看到了那些让人三观尽毁的操作。有的皇帝为了立威，把劝谏的大臣直接在朝堂上给剁了，还要逼着其他大臣分而食之。这哪是管理啊？这是在通过制造恐怖来掩盖内心的虚弱。这种职场破完到了极致，就是要把所有人变成没有灵魂的走狗。可他们忘了，走狗在主人快不行的时候，咬的往往是最狠的。您再瞧瞧那些个只有几天命数的短命鬼们，他们在最后关头的表现，简直就是一出出荒诞剧。有的皇帝在叛军攻城的时候，不是去指挥战斗，而是躲在后宫跟嫔妃抱头痛哭，感慨这老天爷对他不公平。这种极度的情绪化，说明他们从来就没有做好当一个领导者的准备，他们只是被时代的浪潮给推到了那个位置上。他们在那个位置上感受到的不是荣耀，而是无边无际的孤独和恐惧。这种恐惧映射到现代，就是那种德不配位、能力跟不上野心的管理者。他们在位子稳的时候耀武扬威，一旦遇到风吹草动，第一个崩盘的就是他们的心态。他们这种巨婴式皇帝，其实是那个流氓时代最可悲的祭品。他们以为握住了权柄就能掌握命运，却不知道那权柄其实是一根带电的铁棍，谁握谁死。咱们再看一个极细微的画面，那是某个小朝廷覆灭前夕，皇帝在最后一次早朝上的样子。他在那儿坐着，
看着底下那帮平时山呼万岁的臣子们，一个个低着头，眼神在那儿飘忽不定，甚至有人已经偷偷脱掉了官服，里头穿着逃命用的常服。皇帝心里明白，这出戏演完了。他那个时候最细微的动作，可能就是轻轻抚摸了一下那把龙椅上的龙头。那个龙头被磨得发亮，承载了多少人的野心，也埋葬了多少人的性命。那一刻，他或许才真正意识到，这皇帝的位子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是一个让所有人丧失尊严、丧失人性，最后丧失性命的深渊。这种死到临头的觉悟，映射到咱们现实中，就是那些在贪腐边缘挣扎，在职场恶斗中落败的人，只有在最后那一刻，才想起什么叫平平淡淡才是真，可那时候已经晚了。这种末位淘汰还产生了一个更毒的副产品，那就是全员背叛。在这些短命王朝里，没有所谓的忠诚，因为大家都在看谁能在这场残酷的竞赛中活到最后。今天跟着李三，明天投了王五，大家像换工作一样换主子。这种契约精神的彻底荡然无存，让五代十国的政治变成了一场没有底线的数字游戏。这种心理就是典型的职场投机主义。既然公司明天都要倒闭了，那我也没必要讲什么职业操守。于是我们看到了无数的将领在战场上临时起义，看到了无数的宦官在背后捅刀子。这种互害模式让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绞肉机。刘承佑杀郭威全家是这个逻辑，朱有圭杀朱温也是这个逻辑。每一个参与者都在用最大的恶去防范别人的恶，结果是所有人都在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李变能活下来，是因为他能装，是因为他给这个组织注入了一点点伪装出来的规矩。而这些短命主之所以死，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伪装，把那点兽性全给露出来了。话说这中原大地的龙椅，打从朱温那会儿起就成了个带血的火坑，谁坐上去谁烫屁股，谁抢着了谁丢脑袋。这天底下的英雄豪杰、流氓草寇，在这场末位淘汰的修罗场里杀红了眼，最后落得个什么？不就是个白骨鹿野、斯文扫地吗？这乱世的止损逻辑，看这折腾了50来年的大马戏，是怎么在一个姓赵的军头手里慢条斯理的收了场。这位爷就是后来的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您各位先别把他当成那高高在上的圣人，在那会儿他也得在那帮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将领堆里混饭吃。咱们得细品这赵老大的眼神，他不是朱温那种贪婪的恶狼，也不是李存勖那种自嗨的戏子，更不是石敬瑭那种没骨气的赖子。他的眼神里透着一种极其罕见的生意人的冷静。他在观察这帮流氓皇帝是怎么把自己玩死的，他在心里打着算盘，琢磨着怎么给这乱了套的大中华总公司搞一场破产重组。咱们先把这画面定格在陈乔义那个血气未消的清晨。您瞧瞧，赵匡胤半醉半醒的躺在营帐里，外头那帮大兵吵吵把火的拎着一件黄袍子往他身上披。这一幕咱得拿显微镜瞧。赵匡胤那只手正虚掩在额头上，手指缝里透出的那道光，不是惊喜，而是那种该来的总算来了的笃定。他在那儿演戏呢，演给满天下的流氓看。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被动上位的顶级公关。他知道，要是自个儿提着刀去抢，那他就是下一个朱温，底下的人早晚得如法炮制被刺他。可要是大家伙求着他坐这个位子，那这性质就变了，这叫众望所归的就是方案。这种止损逻辑的第一步，就是重新建立职场名分。他跪在地上推辞的时候，那脸上的汗珠子，那是真真切切的演技。他通过这种表演，给这帮只会杀人的粗人立了个规矩：以后咱们不玩暴力夺权了，咱们玩合伙人推举。
这哪是黄袍加身？这分明是给这帮亡命徒递了个台阶，让他们觉得跟着这位赵大哥，往后能过上安生日子。您再深挖一下赵匡胤坐上龙椅后的第一个动作，他没去搞清洗，也没去杀前朝的小皇帝，他干了一件让所有流氓都看不懂，却又打心眼里服气的事，他给自个儿那帮老兄弟端杯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杯酒释兵权。您各位闭上眼，咂摸咂摸那酒宴上的味儿，没有刀光剑影，只有美酒佳肴。赵匡胤坐在上头，笑呵呵的跟着帮手里攥着重兵的大区经理们交心。他没说我要你的命，他说的是我想让咱们都能睡个好觉。这一句话戳中了这乱世里所有人的心窝子。这种止损逻辑的精髓就在于赎买。他用荣华富贵，用良田美宅去换这些流氓手里那把随时可能失控的快刀。这映射到现代职场，就是那种高明的 CEO 在并购了那些刺头分公司后，不是暴力裁员，而是给高管们优厚的退职金和期权，让他们高高兴兴的去二线养老。这叫什么？这叫降维打击。他明白，靠杀戮止不住杀戮，只有靠利益的重新分配，才能让这帮习惯了互害的人重新坐回到一张桌子上吃太平饭。咱们再瞧瞧赵匡胤在细节上的那点泥土气的雅致。他当了皇帝后，有次去城门楼子上转悠，问守门的将领，这城门上的钉子有多少？将领答不上来，赵匡胤也没发火，他只是叹了口气说，这天下大的事儿多着呢，别在这些小事上费精神，咱们得看大局。这一句话映射出他这种止损派领导的胸襟。他不再像朱温那样去计较谁家媳妇长得顺眼，也不像刘承佑那样去防着谁家孩子会篡位，他在重建一种信任契约。他把那些老流氓们的兵权收了，却给了他们最好的待遇，甚至还跟他们联姻。这种把敌人变成亲家的手段，是五代十国里从未有过的气象。他是在给这台已经坏透了的社会机器更换底层的代码，把那谁狠谁上的流氓逻辑换成长治久安的共赢逻辑。最让人感慨的一个细节是赵匡胤立下的那块石碑，他刻在石碑上，藏在禁宫里，要求后世子孙不能杀士大夫，不能杀尚书言事的人。这得是受了多大的罪，看了多少流氓皇帝的惨状，才能定下这么一条规矩。这在管理学里叫底线思维。他知道流氓时代最可怕的不是没钱没粮，而是没人敢说真话，没人讲道理。他通过保护读书人，给这个国家找回了魂，找回了规矩。他明白，一个组织要长久，必须得有那点虚的道德和实的法律去撑着。他这种止损，是把整个人类文明的尊严从泥潭里给捞了回来。映射到现实里，就是一个公司在经历了大动荡后，新任领导第一件事就是重塑企业文化，让大家觉得在这儿干活有体面、有前途，而不仅仅是为了那一袋子口粮。赵匡胤这种人其实是乱世里最冷静的观察者。他看着朱温家闹乱伦，他记住了家风不正必亡；他看着李存勖宠戏子，他记住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他看着石敬瑭认干爹，他记住了主权和骨气是不能卖的。他这一辈子的博弈，其实就是一场长达10几年的错题及复习。他把前几代流氓皇帝犯的错，一个接一个的给避开了。这种止损，不仅是止住了鲜血的流淌，更是止住了文明的倒退。他让中原大地重新回到了那种有商有量、有规有矩的状态。虽然他后来也有烛影斧声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宫廷疑案，但在那个全员流氓的大背景下，赵匡胤已经算是给这出荒唐戏结了一个最体面的尾。咱们把这5代10国的流氓史看到底，您会发现，所有的狠劲儿，所有的算计，所有的无底线，
最后都在赵匡胤那杯酒里化开了。这告诉咱们一个最朴素的处世智慧，折腾到最后，大家伙求的其实是一份安全感。朱温那帮人以为权力能带来安全，结果权力成了催命符。赵匡胤明白，只有规矩能带来安全，所以他成了最后的赢家。这种从流氓逻辑回归契约逻辑的过程，是历史给咱们交的最贵的一笔学费。那些在乱世里蹦跶的最欢的流氓们，最后都成了史书里那几行臭不可闻的墨迹。而真正能让咱们老百姓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的，还是那个懂得收敛、懂得让利、懂得止损的大掌柜。